男嘉宾孙先生，32岁，来自甘肃，计算机工程师；女嘉宾张女士，31岁，来自甘肃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了？结婚4年了。孩子1岁多少个月啊？1岁3个月。男孩女孩啊？姑娘。姑娘哈。哦，今天来是希望先生多跟孩子沟通和交流，还有别的吗？还有了嘛，我是一个就是全职的宝妈妈，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去做的嘛。然后他在外面上班，就是家里面啥事就基本不过问。还一天就是来就老抱怨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就是我感觉心里面挺委屈的。我虽然在家里面工作，他在外面工作，我们都是在工作，我也挺不容易的。我也不想就是天天老抱怨。行，咱们慢慢诉这些苦，从哪开始说呢？就感觉我们俩结婚以来嘛，就感觉性格上就是慢慢的感觉就是很不合我这个人就是干啥事情就是急脾气嘛，但是他就干啥事情磨磨唧唧的，就是半天给你把这件事情决定不下来嘛。有一次我们俩就要去转2边的亲戚嘛，买了好多东西，我就说是咱们赶紧得送过去，本来都是新鲜的吧，不然就耽误了。但是他就坐在车上给你想过来想过去，分析来分析去，就说哎呀送到这边那边又不行了。我说你赶紧弄吧，你弄完了咱们时间赶上还是都去送的，都是新鲜的呀。但是他就在那给你磨起来磨起去的。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是我们去2边家的亲戚嘛，不在同一个道上，肯定那么多东西我得分析一下，对吧？先去送哪边呢？这么多东西我得归类，怎么送最快？怎么送？你看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鲜的，对不对？哎呦，就这点事儿你们也那个，还是会吵架的。听他的，他说先去哪儿就去哪儿，多省心啊！开个车，你看，哎呀，真是，就这事儿啊。没有，还有一个不是性格不合，这顶多也就是2个人较劲嘛。来，我就感觉还有就是我们家孩子3个多月的时候啊。大半夜就是孩子突然发起高烧嘛，我就说是你赶紧起来，咱们带孩子去医院嘛。本来孩子发烧是一件就是挺危险的事情，但是呢，他就在那说你去把孩子奶粉啦、尿不湿啦、衣服收拾好，咱们再去嘛。我一想，这孩子的发烧本来就是一件严重的事，不赶紧去医院，你在那收拾来收拾去，那我就感觉当时特别来气嘛。因为是当时这么情况啊，晚上是孩子发高烧嘛，他就急急忙忙的说是赶快去医院吧。我就想着，你最起码去医院，你不给孩子带件衣服呀？什么药片你不带点吗？大半夜的你出去，孩子本来就发高烧，但是衣服这些跟药片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这些都不用你去说呀。孩子去医院检查完啥情况过来再拿东西都行了嘛。但是他就在那磨叽。这种像咱们去医院，是不是有些东西你必须得准备？你不能去医院了，然后你再跑回来，对吧？只要是一遇到孩子的事，他就大惊小怪的。不是我大惊小怪，我们就是本来要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们俩都30岁才有的这个孩子，我就本来就挺上心的嘛。他这说起孩子啊，你说对，性格上不合，还有一个。我确实去问了，他说办不了，又不是我不去办。但是为啥我进去我就办了呀？我也好好说着呢，我说我们要办户口，为啥他给我办了呀？办了呀，办下来了。
证明你能力比你老公的办事能力强。但是我就感觉完了这事儿让他家里面做个啥事，他也磨磨唧唧不做；让他外面去办个事，还是要让我出面了，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累。所以这个家里离不开你啊。不是，还有一天落到他的抱怨了我在家里面不是带孩子嘛，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就是爱到处乱跑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头上磕了个小包嘛。他结果下班以后回来说是，你看你一天就在家带个孩子，你一天啥都干不了，你就孩子带不了，你看孩子头上磕的碰的，那你说我说的不对吗？你在家里就负责照看孩子，对吧？今天你孩子头上碰个包，明天你腿碰了，后天你手碰了，你不要说那么夸张，就碰了那么一次，我就特别不爱听他说那句话。你一天就在家带个孩子，一个孩子带不好，你还能干啥？就是心里面感觉挺委屈的。对呀，你应该在家里负责带孩子呀。我说你有什么不对吗？你说。你对，你小时候磕过没？我磕过，但不会天天磕呀。他对孩子，你看有时候我回去看，没有天天磕，这个我改过，有时候手碰了。这么大孩子，你这样，你下次让他带3天，你请3天假，你带3天孩子。还好这么一说，我就记起来了。我那会儿他下班早，我说要不你带会孩子，我去做饭。我结果没一会儿功夫，他孩子就是差点从那个沙发上摔下，结果他就是。也就是快一把抓住了吧，当时把我都吓懵了，孩子在那吓得哇大哭。我说你就带个几分钟的时间，你孩子带不好，那我天天带一次，那你还说我呢？孩子不是当时没睡下了吗？你说我在坐沙发上玩手机对吧？我虽然拿着手机，但我时刻注视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掉下来，我把他接住了吗？但是你看孩子就一会儿功夫，孩子差点从沙发摔下来，我天天在盯着孩子在看，但是孩子不小心摔了，你还抱怨我，那肯定呀，你在家你肯定要照顾孩子，我在外面上班对吧？我需要挣钱，需要给孩子买奶粉，对不对？这是不是我该做的？你该做的是什么呢？你还好意思说奶粉？孩子都1岁多了，我让他去买个奶粉，他竟然给我买错。他说是，孩子吃几段奶粉，吃哪个系列的？打了3个电话，说了3次，他竟然来给我把奶粉买错去了。是买错了，你说那么多奶粉罐一样的，你得给我说清楚呀。对呀，就是我们俩以前一起买过奶粉嘛，还是一起去买过奶粉呀。不，你别吵了，别吵了。但是他没有，他不是别说了，让一句。让我稍微安静一下，特简单的事儿，拍张照片发给他，拿这个买就买，不错嘛。你们想办法解决。我就感觉他对孩子的这个事情上不上心嘛。不，你不要把他那个无限的上纲上线，好不好？咱慢慢说啊，好不好？就感觉就是孩子的事情，虽然你在外面上班去了，最起码你也操点心。那孩子晚上半夜起来3、4次，起来闹着哭的时候，有时候被子没盖好，我都去操心，他从来都没管过。晚上孩子哭了闹了，你不起来看，你让我看，我第2天怎么去上班，怎么去挣钱，对不对？哎呦，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啊？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我觉得你挣的比比尔盖茨他们都挣得多，你知道吗？我要挣钱，我挣钱，你该干。他应该在家处理好的。那你应该干啥？我就这边负责上班挣钱就可以。挣多少钱啊？我一个月工资也不高，3000多吧。就可以这样了。我认为，因为是我。那你要挣5000多，那怎么办啊？那也不是。你要挣5万了，可怎么办？家里像这些事情嘛，是应该他来做。女儿是你的吗？是。该不该管？我也管呀，不是说不管吗？你真较劲，你们俩真是，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怎么就结了婚的？我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吧？谈了多久恋爱？有1年多吧。那您以前工作过吗？做什么工作的呀？我以前在幼儿园上班。那就赶紧回去上班吧，你省得那个是吧？那关键孩子没人带。人家去幼儿园挣钱去，您回家带孩子，没啥了不起，行不？我觉得孩子还应该行不？你是不是带不了啊？可能吧，我感觉我们家孩子也挺皮，确实不好带。不好带。接着再问，办户口是不是你没能力？不是我没能力。承不承认？为什么人家办出来你办不出来？户口确实他办的，但是我是不是你没办出来？是。2个人同时办一件事，你没办成，人家办成了，是还是不是？是。承认咱不如人家吗？不就完了吗？带我们去办的时候，是我们一块儿去。是不是人家办下来的？是。你进去了没办出来？对。他进去了办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他比你能干？户口确实是他去我们办出来的。是，说咱不如他，完了吗？较那劲呢，真是，确实不容易哈。全职太太是不是非常非常辛苦？本来现在在家带孩子，就感觉跟与世隔绝了，一天就再受一下他的眼色，就感觉心里面挺委屈的。就是其实你也不要他什么，就说2句好话是吧？结果这家伙一句好话都没有，对，还挑剔你是吧？对，罢工不干了，有这个想法了。
有这个想法。哎，您可千万别这样，我是胡说的啊！应该怎么办？你听老师们的吧。咱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我听你们俩说话就跟我们家楼上在装修一样，哎呀，吵得我呀脑袋嗡嗡的响。我就想说，谁稍微喘口气，让我听明白上一个人在说什么，但是根本就不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你们俩谈了1年多的恋爱吗？是。我感觉你们俩就像昨天认识，然后今天结的婚，完全不了解对方。第一个问题就是性格之间的矛盾，急脾气遇上了慢性子。他慢这个事儿，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呀。但是感觉越来越磨叽。他不可能越来越磨叽，他只能是一如既往的磨叽。然后你也太急了，比如说孩子发烧，我马上我的东西我也不拿不准备，我直接就得上医院，我不去就不行，哎呀我就不行了。所以你真的是太急了，他呢可能真的是太慢了。每一个家庭，每一对爱人，因为大家性格不同，所以谁更擅长做什么，谁就去做什么。比如说你就更擅长做决定嘛，你执行力更好嘛，他拖拖拉拉，那你就去做啊。家庭分工不同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全职妈妈，我们经常讲什么全职妈妈，就是早中晚饭鱼尾纹，除了孩子不见人。但她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多辛苦，你每天就在家带带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要做什么？你列个时间表，贴在你们家最醒目的地方。早上6点半起床喂奶，然后做早饭，8点钟要干嘛干嘛干嘛，12点钟要干嘛干嘛干嘛，一直到晚上凌晨3点起来一次，4点起来一次，5点起，你把它贴好，让他每天看，他会不会就知道你的辛苦了？第3点，你们2个互相指责。为什么每天只想着对方的缺点，而不想对方的好呢？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包容对方的缺点，把优点放大，让它成为你们生命当中最闪亮的一个部分。所以各自调整，祝你们幸福，谢谢。哎呦，听着我这个气呀！我问你啊，先生，家是干嘛的？你结婚干嘛？要家干嘛？您说您每个月只往家里面交3000块钱左右，您就敢在这儿耀武扬威，更何况您只交钱，这叫什么呀？这叫投资者，这不叫老公，不叫爸爸，您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没有履行，然后站在这儿说大话，说风凉话。你就在家带个孩子，孩子还看不好，你带去啊。人家不是不能出去上班，人家说不定1个月挣的比你多呢。你说你在家带孩子，就这么一件事儿你都带不好，好，你在外工作就这么一件事儿，你怎么只挣3000块钱，不给我挣3万块钱呀？一个道理啊。而且换句话说回来，在家带孩子这件事儿，你知道在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吗？我问你，孩子哭了，电话响了，然后那边煤气水开了，然后这边我又内急，你说我先处理哪件事儿？你告诉我。你知道女人是得抱着孩子上厕所吗？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从来没有体会过妻子的艰辛和辛苦，然后就在这说这样的轻易的大话，你怎么能不叫人寒心？你在外面合着工作有休息时间，能调整有午休有下班的点儿，他有吗？他1年365天，全年无休息啊，无假日啊，这就是全职主妇啊。所以今天来这儿，我就希望你明白一点，全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一件工作，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能够完美的胜任它。妻子，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刚才说了他这么多啊，确实他这个问题真的挺让人难过的，说的那些话。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吗？因为您总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就虽然全是您的理儿，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就觉得不占理儿。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有那么多的辛苦，但是当你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用那样的方式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不值得一提的感觉。所以您的脾气要改，在孩子的问题上不要变得那么敏感、那么焦虑，因为您焦虑，孩子也一样的。对于先生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去做一天你做的工作，然后您呢，现在开始要学会充电。孩子送幼儿园之后，您要有回归社会的这个能力的，不能在这几年之间丧失了这个能力。有很多的事情要放手让他去做，好吧？好的。祝福你们，谢谢。其实我看起来啊，你们有太多的不同。这个不同导致其实你们对生活做了自己的选择。比如说，女士可能能力更强，孩子幼小的时候更需要母亲。所以他是非常有勇气地承担了最难的那一部分，而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做事优柔寡断、没有妻子那么有主张的男人，所以你选择着去做一份你之前就做的相对习惯的工作，其实你承担的是较轻的那一份，你明白吗？所以既然我们做了选择，就要忠于自己选择的初衷，做好自己擅长的那一部分。你选择了去在外工作，但是别忘了你还有一个角色，回家你就是父亲，就是丈夫。所以你只把外面工作的这个身份做完了，你认为就结束了，那你太自私了。而女士其实选择虽然是说做了全职妈妈，你还有一个角色叫妻子。不要只盯着孩子，你们忽略了现在你们的彼此角色，你为夫，他为妻。如果你们能够跳出只是新生儿、母亲、父亲的角色，重新去审视我们作为夫妻的角色，其实就会放松很多。女士，比如说啊，这个男人工作回来，他其实也有情绪，他也疲惫。那我们能不能这个时候去关心一下他？也许当你说老公你别看孩子，你这么累，我来看。他自然放下了这种戒备和焦虑，他就会放松说，哇，我的老婆很体贴我，我也要体贴她。老婆你辛苦了，在家看一天孩子，我把外边工作的压力和不愉快放到门外，我帮你带孩子。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一种良性的沟通。而先生，你也要抬眼看看你的妻子，不仅仅是想到你就是看个孩子都看不好，这种话说出来多伤人啊。你应该看看他是不是因为疲惫增添了一道皱纹啊，是不是因为做全职妈妈可能最近都没有穿漂亮的衣服。我相信当你们重新去审视夫妻关系的时候，一切事情就变得相对的放松，相对的平静。孩子是你们爱情的结晶，你们共同去爱他，你们也要好好的去爱对方，爱彼此。祝你们幸福。针不刺到肉，不知道疼。很多男人觉得女人带孩子就像女人会生孩子一样，那是她天然的本能和天然的使命，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但唯独只有那些离了婚，然后老婆带着孩子改嫁的这种家庭，受过这样的生活过往的男人，可能才会理解，其实孩子也是自己的。在家庭生活当中，这个男人承担了比较轻的，这女生承担了比较重的。家庭要不要有分工？当然应该有分工，但这种分工是为了家庭能够更好的运转，增进夫妻感情。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分工变成了交换。我做我分内的事儿，那你就得做好你分内的事儿。你做不好，我也不会帮你，因为我分内的事儿我已经干完了。这就像在一个公司里一样，分工是为了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但是家庭并不是公司。如果按你们的这种按能力来划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你去做幼教一定比他的3000块钱的工资是要高的。但是分工的标准还要照顾到所谓的自尊，要照顾到所谓的面子，所以在很多家庭生活当中，不能完全做到在职场上的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那么被照顾了自尊的人，内心就要有感恩才行。
就像刚才主持人一直问你说，就办户口这个事儿，你承不承认你比别人差？你就死活不承认。就这事儿人家干成了，你夸奖一句不行吗？老婆你真棒，这事儿我没干成，给别人一句夸奖不行吗？你不能两头你都占，事儿别人干了得不到一句好话，还要说这是你应该的，久而久之这心不就凉了吗？我们至少要表示一种感谢，而不能去否定的。久而久之你否定多了，比如说他带孩子这么辛苦，你还得说他带得不好，那他就会认为我这种付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将来我就不把我所有生活的幸福放在和丈夫的互动上，而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很多女人在结婚若干年之后，她的口头禅就是至少我还有孩子。你不要把自己边缘化，到了最后你就变成了自己过自个儿的了，他跟孩子过，你说呢？所以呢，我认为其实男人既然已经承担了比较轻的家庭责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学会说说好话，而不要总是说一些冷嘲热讽的一些否定对方的话，好不好？好，行，就这样。这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办户口的事儿，我经历过。实话实说，我也不行，因为我夫人办成的，比我厉害。家庭生活里面，咱不是全能，咱认输啊，不行就是不行，你行你就多干点儿，所以没有什么道理，都放松一点。想一想，老婆一个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想一想，老公在外面挣钱也要受一些气的，这事儿就完了。学会赞扬，老婆不就要这个吗？你给她点肯定承认，是吧？以后不那么喊了，不那么吵吵了，还好，快熬出来了。3岁嘛，还有1年多就要上幼儿园了，对吧？快熬出来了。所以大家说嘛，生娃其实是个坑嘛，怀着的时候想卸货嘛，卸了货就好了嘛。卸了货出了月子就好了嘛，到了1岁就好了，断奶了嘛，到了3岁进了幼儿园就好了嘛，小学又该来了嘛，上了小学就好了嘛，初中又来了青春期了嘛，上了初中又好了，高中又考大学，考了大学就好了，怎么又该结婚了呢？后来你发现忘了一件事儿了，自从有了娃就忘记了我还有个老婆，那个老婆就忘记了我还有个老公，把咱的日子过好，娃的日子自然也就好了啊。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听了老师和你说了这么多，我确实也体会到了你带孩子的不容易。咱们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你一个人来操心。我可能以前那种错误的想法吧，就认为你在家里应该做很多，像我在外面负责上班就行了。我也努力，改变这种错误的想法，在以后的日子里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好咱们共同的孩子，做好一个丈夫应该做的，维护好咱们的小家。今天就是像你说的，如果像那样，我们就是，共同就是把这个家建立好。我们各有错误吧，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都改变吧。好，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来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辛苦了。到理学理工的啊，直线的距离最近，绝对不兜一步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你辛苦了，我确实也理解了你的难处，我以后会好好的照顾家。在爱里等着你，被你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啊，祝你们开心快乐，谢谢两位，请回啊。